大家好，我是张大哥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是这一颗从台南来的蓝色 W123的230 T1 的4缸分油盘的故障检测。W123的230 T1 如果正牌的话，现在市面上的价钱非常的高。那这部车子是从台南坐大拖车来台北找张大哥的，那很难得T1 的车子，W123的 T1 的车子，旅行车正牌的相当少。那大哥总修过很多台，有280，有230的 W123 T1 有一部分是是等于说贴牌车那这部车是正牌的，就相当难得。那 W123 的车子到现在都超过35岁以上都应该在将近快40岁。引擎如果 W123 的230，它引擎是 M102，下半身是铸铁的经过30多年的使用，它不会热变形。它跟阿鲁米的比较来讲，它的缺点就是比较重，但是优点就是底盘它的底部坚固耐用。就像大哥前阵子整修过了一台跑了127万的 W124 230E， 它的引擎也是 M102。跑了127万，他只换过活塞环所以说我们可以了解到 M102的引擎如果不缺油不缺水，它其实是相当可怕、相当耐用的。跟现在 Turbo 的引擎来讲就完全没有办法比较了。那 Turbo 的引擎，它为了造马力，把尽可能的金属的耐用度用到极限如果在30年的话，我看不用到30年，20年的 Turbo 车，它的引擎我相信它一定是被炸烂了。OK， 我们现在来做一个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来看看经过30多年、快40年的4缸的油盘，它的状况是怎么样 ？OK， 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
我们现在进行这个1分钟的全油门的测试，主要是来测试它车子在行进当中的出油量是不是足够达到我们要求的14.7的空燃比那如果太少的话，就会造成引擎高温引擎就摩擦就比较大，就比较不耐用。那如果供油过多，那就会燃烧不完全。那我们这一段的测试，它的出油量应该要在170mol左右。如果经过30多年的车子，它可能大油道堵塞就全面供油过少。另外有可能就是小油道堵塞，每一缸供油不平均，可能车子就抖动了，就相当严重。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缸，它出油量还算平均第一缸110，第二缸110，第三缸110，第四缸115，跟厂方要求的170，它的误差就少了60mol左右。如果以目前我们测试的状况来看下来，它是大油道堵塞。这个是比较常见的，那这个现象就会造成，引擎无力稀薄燃烧，引擎容易产生高温，这对引擎来讲是不好的现象。那无论如何，我们等大哥把这个喷油板整修过之后，我们来看看它的出油量是不是能够达到170mol1分钟的全油门的标准。我们来看一下这颗加热阀这颗加热阀从台南来的蓝色 W123的230T1的加热阀大哥整修完成之后，它的冷车的压力大哥打开电源我们看到它冷车的压力大概在1.6 kg/cm 平方之间。经过引擎一发动这个地方它就开始加热。加热之后呢，它的完成加热的温度压力大概会在2.5到3公斤之间。那透过这个压力差，从1.8到3.5到3公斤之间的这个压力改变，达到改变供油量的目的，也就是冷车加浓、油气加浓的这个目的。也就是说，它压力低的时候出油量比较大压力高的时候出油量比较少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它充分加热这个插头引擎一发动，这插头就供电它的压力大概会达到3 kg/cm 平方左右透过这个压力差达到冷车加浓的目的我们来看一下这颗W123 230T1的加热阀大哥整修过以后呢，充分加热那它的压力到底是多少？因为我们在冷车的时候刚发动，它压力我们看到它大概在1.8 kg/cm 平方左右。那加热之后，它应该要达到3点多公升可能到3到4 kg/cm 平方之间。我们来看看这个整修过了的加热阀，它充分加热冷车完成，就是冷车完成的压力多少？大哥打开电源我们看到它的压力大概快接近4，大概在3.8左右。也就是说，它从冷车1.8上升到冷车完成3.8，透过这个压力差来达到它改变供油量的目的。也就是说，压力低的时候它出油多，压力高的时候它出油少，借由这样的压力改变来达到冷车油量加浓的目的。
这颗编号18939，很稀有的从台南来的蓝色 W123的230T1的4缸分油盘，大哥已经整修完成了。那在整修之前，我们看到它的出油量平均都落在110ml左右，这是带回到堵塞的现象。经过大哥整修过之后，我们发现它的膜片是破损了，导致它的压力一直上不来，没有办法达到标准的出油量。那所以经过大哥换了一片新膜片之后呢，它理论上应该再用20-30年的膜片吧。那无论如何，我们飞油盘是因为堵塞所造成。因为就好像楼上的水塔，30多年下来里面很多脏东西，把我们的供油系统堵塞了，尤其把分油盘堵塞了。那因为 W123它是1985年之前第一代的分油盘，它膜片上面有弹簧，下面没有弹簧。那下面没有弹簧，它没办法做个缓冲。跟1985年之后，它2代的分油盘，它是上下都有弹簧，所以它膜片就不容易破损。那因为第一代的，这是当时设计上的问题。那因为它膜片破损，大哥更换过了。那我们来做一个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那这个1分钟全油门的目的，我们主要在测试这颗分油盘它在行进当中的出油量也就是系统的出油量是不是能达到标准的混合比。那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它是能够把所有的汽油能够完全燃烧。它标准是应该是1分钟170。我们在整修之前，我们看到它1分钟全油门大概落在110。这个会产生稀薄燃烧，引擎会产生高温，这个对引擎是不好的，而且引擎又没力。我们希望我们每一分汽油都能够充分的发挥，能够达到完全的燃烧，把马力炸出来。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我们看到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缸，我的出油量很漂亮哦。第一缸170，第二缸172，第三缸170，第四缸165。厂方要求是15%的误差。我们看到它的误差应该在3%以内成绩算是相当优秀。这颗编号18939从台南来的蓝色 W123的230T1的4缸分油盘，大哥已经整修完成。那我们刚刚测试的是1分钟的全油门是行进当中的出油量。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是它在怠速的时候它的出油量。这个是更重要，也就是说它的怠速的出油量应该稳定而且平均，因为这个会绝对影响到我们怠速的稳定性，所以我们希望它的误差值是越小越好。好，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0分钟。好，开始。因为我们这个阶段的测试是会绝对影响到我们怠速的稳定性，所以我们希望它的怠速，它出油量是越平均越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等时间接近的时候再来看它的测试结果。目前我们进行的是这颗编号18939从台南来的W123的230T1的4缸分油盘完修之后的第2阶段测试，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OK， 好，
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缸。哇，这颗喷油盘的数据相当漂亮。第一缸190，第二缸192，第三缸190，第四缸190。这个怠速的出油量相当漂亮，几乎等于零误差。厂方要求是15%，我们这次看起来它误差应该1%、2%啊，在3%以内啊，数据相当漂亮。无论如何 ，W123的车子到现在已经快40岁了，喷油盘它没有坏啊，但是1985年之前的喷油盘，因为它结构的关系，它膜片很容易破损。但是我们换过之后呢，理论上它应该再用个20年，应该没有问题。老车要常常开，老车就是放坏的，因为油水电一定要循环。如果说以人的年龄，30年车子报废，人90岁报废，40年的车子到人的年龄应该120岁、130岁了。所以说，我们对老车的银发族，我们要保护它，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开常动。油水电一定要运转，就好像老人家的血液循环相当重要。汽油大概建议95，汽油一定要用95的汽油，如果缸压超过12，就一定要用98的。汽油滤芯，汽油泡沫后面的汽油滤芯要跟机油滤芯同时更换，费用不贵，大概在1000块钱左右。我们要保护我们好不容易整修完成的喷油盘，让它再替我们服务20年。今天大哥的报告就到此结束，我们期待他